小伙被困在100层糖果牢房里，只要在1小时内成功逃出来，就能赢得5万美金奖励。开局只能用舌头舔，虽然糖果很甜，但要想逃出去简直天方夜谭，这也令他非常沮丧。随后大壮为他送来了一根小舌头，他赶忙擦糖果，可似乎毫无效果。要想获得更厉害的舌头，必须依靠队友才行。本轮只要比红队快一步吃掉一半的糖豆，就能为狗蛋赢得新工具。糖豆却坚硬无比，这也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才叫做舔狗。然而舔了半天都没有任何变化。这时主持人扔给双方一瓶水，铁柱倒在糖豆上，不停用手摩擦，果然效果非常显著。而红队这边的进度也很快，接着主持人又给他们拿来了海绵块，两人配合着边倒水边摩擦，强哥很快就磨掉了一半的糖果，赢得了本轮挑战的胜利，同时为狗蛋赢得了一个新舌头。他赶忙继续舔糖果，效果同样并不明显，只好反过来砸墙壁，可不能让时间白白流失。在队友的加油助威声中，他干得更加卖力，甚至还倒上去点水，这样也能加快糖果的融化速度。与此同时，队友也展开第2轮比赛。本轮需要将液体运送到对面的瓶子里，只要抢先红队一步装满罐子，就能解锁新工具。然而节目组事先洒满了泡沫水，要想快速装满也并不容易，必须非常小心的在上面行走，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在地。可这样的速度显然是不能接受的，还要防着大壮这个坏小子捣乱。这时大壮想到了好办法，嘴里含一口水，再崴一大勺，这样一趟相当于2趟。速度明显快了不少。蓝队这边利用衣服兜住液体，只要比液体漏得快就算成功。可想赢哪有这么容易？大壮一个驴打滚，让蓝队的一切全都付之东流。接着大壮将液体全部倒入身上，赶紧冲向终点处。而铁柱似乎更绝，直接将帽子音施在液体里，效果显然更加出众。红队这边甚至动用起了臭袜子，双方简直各显神通。几分钟过后，蓝队依旧抢先一步装满瓶子，铁柱兴奋至极，成功为狗蛋升级了大号舌头。这带刺的玫瑰果然锋利无比，用力砍在糖果上，坚硬的墙壁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缺口。只是糖果碎渣四处飞溅，可依旧阻挡不了狗蛋想要逃出去的决心。他不停地加快手中的频率，想要尽快逃离这里，身上也沾满了糖果碎渣。这时大壮又拿来一个大舌头，砸在糖果墙壁上，哗哗的往下掉，干起来也更加充满动力，很快就露出了最底层的木板。与此同时，队友又展开第3轮比赛切水果。面对飞来的水果，阿强这边拼命击打，命中率也还算不错，成功砍下12分。风迪这边则出手不利，刀都飞出去了，这也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发挥，接二连三的出现失误，最终只得到5分。而铁柱不愧是新一代的忍者，简直弹无虚发，他也成功得到10分。可由于队友的失常发挥，即使大壮再如何努力，也无法追赶上蓝队的积分。最终蓝队以6分优势赢得胜利，成功为狗蛋解锁到一把大舌头。这把超大舌头果然非常给力，每一下都能砸掉很大块的糖果。他用尽了全力，很快就砸穿了最外侧的木板，继续加把劲。随着糖果越掉越多，木板露出的面积也随之变大，很快便砸出了个洞口。再继续扩大一下面积，并且清理一下木刺后，也顾不上扎不扎了，直接就往外钻。在队友的帮助下，终于成功从里面逃了出来。恭喜狗蛋赢得了挑战的胜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否在规定时间内从里面逃出去吗？